先到11套海马斯火箭炮，再到38辆 M1A2T 主战坦克，如今要采购 M109A7 自行火炮，短短几个月，台湾军备有了不少的提升。此前，台湾陆军计划在瑞廷专案下，于2020年至2024年向美国采购40门 M109A6 自走炮，总价值4.6亿美元，以此来完成陆军火力的升级。但随着乌俄冲突的爆发，让台湾明白了一件事：以无人机为首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正在主导现代战争。于是，台湾重新评估了此次火力升级的方向，决定向远程精准打击靠拢，放弃采购 M109A6。不过，有媒体表示，台湾仍未放弃采购新型 M109自行火炮。2024年11月，根据台湾媒体报道，陆军向美国采购的首批海马斯火箭炮目前已经抵达台湾，并已经交付陆军第10军团58炮指挥部。2019年，台湾执行轰雷专案，决定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总价约为4.3亿美元，旨在强化陆军远程打击火力。到了2022年，这项专案的细节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轰雷专案执行期间，台湾为了强化陆军火力，还筹划了瑞廷专案。当时台湾陆军装备的大口径火炮主要是 M109A2A5 型155毫米自行火炮、M114型155毫米牵引榴弹，以及 M110A2 型203毫米榴弹炮。这些火炮系统的性能已经有些落后。于是，台湾从2020年起编列173亿新台币，首批采购40辆 M109A6 自行火炮，计划在2023年至2025年间分批次接收这批火炮。但后来这项专案无法顺利执行，陆军只能改为增购海马斯，使得最终数量达到29套。此外，台湾还将采购84枚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以及864枚精确制导火箭弹。2023年，台湾表示将在2024年接收第一批海马斯，数量为11套，剩下的就需要到2026年才能交付了。根据台湾军方的说法，此次向美国采购海马斯的主要原因有2个，其一是向中山科学院施加压力。在确定轰雷专案时，中山科学院正在执行雷声专案，研发300公里雷霆2000增程型火箭炮系统，并且需要在2023年进行初次作战测评。军方认为，中山科学院在导弹与火箭推进方面的技术没有问题，将雷霆2000的射程提高到300公里，并没有什么难度，但射击精度需要加强，这也是雷声专案的研发测试重点。其二，在美国同意海马斯采购专案之后，台湾还能拥有另一种远程火箭炮系统，如同台湾装备的爱国者3型防空系统与自主研发的天宫3型防空系统。这样一来，台湾陆军就能装备2套远程火箭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在轰雷专案中，美国还出售了22部 AN/VRC-92E、15台 AN/VRC-90E、7台 AN/NRC-92E 车载通信系统，以及17部野战炮兵战术数据链系统。要知道，除了发射系统与导弹以外，高效的通讯系统也是海马斯发挥战斗力的关键。在此次出售的通讯系统中， AN/VRC-92E 是海马斯火箭炮的标配数据终端，是实现数字化炮兵作业能力的可能，可以接收25公里外连射击指挥系统传输的火控数据。而与之配套的塔克法射击指挥系统能够实现数字化炮兵的协同作战。不过此次美国并未出售塔克法系统，而是更先进的 FATDS， 不仅在性能上有所提升，同时还支持多领域多层次的协同作战，可以直接接收军团一级态势感知单位的目标数据。在理论上，甚至还能实现跨军种协同，比如接收空军或海军的目标指示，从而为海马斯火箭炮提供更广阔的作战视野与更灵活的打击能力。在今年的8月份，美军野战炮兵基地希尔堡基地就曾发布动态表示，有17名台湾陆军士兵前往该基地进行海马斯接装训练，想必就是为了装备首批海马斯火箭炮。如今首批海马斯已经顺利交付，剩余的18套海马斯原计划将于2027年完成交付，不过有消息称有望提前到2026年前进行交付。
根据台湾军方的规划显示，此次接收的海马斯将由陆军10军团58炮指部实施接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58炮指部目前已经有一个雷霆2000火箭炮连，下辖3个火箭排，每排装备3辆发射车、1辆指挥车以及3辆弹药车。考虑到人力有限，在海马斯入驻之后，雷霆2000火箭炮连何去何从，目前尚无定论。与此同时，在海马斯交付陆军之后，台湾依旧决定采购新型火炮系统来提升陆军火力。此次选择的对象是 M109A7 自行火炮。根据媒体报道，此前台湾瑞霆专案，由于美国军工生产线拥挤，订购的 M109A6 要在2026年后才能交付。美国当时还向台湾建议，不如直接选择 M109A7， 但最后台湾还是将采购 M109A6 的预算改为增购18套海马斯。不过，有消息表示，为了强化陆军大口径火力，台湾计划在2026年向美国采购40辆最新版 M109A7 自行火炮，并为其搭配 M982 神箭导引炮弹及其相关设备。目前台湾装备了2型 M109， 分别是1982年购入的 M109A2 总数197门，以及1998年购入的 M109A5 总数28门。两者最大差别是射程，其中 A2 型射程24公里 ，A5 型炮可以容许更大的膛压，射程增至30公里。但不管是 A2 还是 A5， 自动化程度都不高，射击频率每分钟只有2发，还需要下车操作。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开始不订购 A7 版本的自走炮呢？是美国不卖吗？其实不然，美国方面一直向台湾推荐的就是 M109A7， 因为这样美国工厂就不用重开生产线，在加快交付的同时还能大幅压缩成本。台湾之所以没有卖，还是因为后勤问题。此前美军装备的 M109A7 因当初在伊拉克战争中总是被炸，于是美国就把 M2 步兵战车底盘用在了 M109A7 上。对于美军来说， M109 和 M2 步兵战车共用底盘以后，后期的维护费用将大大减少，但对于台湾来说就不一样了。目前台湾陆军服役的主要自行火炮是 M109A5 与 M109A2，两者的底盘是不一样的，这将加重陆军的后勤压力。如今台湾还是选择了 M109A7。M109A7 保留了 A6 的基本结构，主要改进的地方是在底盘、炮塔、火控系统以及动力系统等方面。M109A7 的底盘使用了与布雷德利战车的技术结构，两者可以共用底盘部件，如发动机、变速器和履带。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 M109A7 与其他系统实现共通性，并在生产、零部件库存和维护人员方面节约成本。想要区分 M109A6 与 A7， 可以通过负重轮的数量进行区分。A6 有7对负重轮， A7 只有6对。另外 ，A7 换装了新的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可达800马力，比原配的400马力高了1倍。整车的最大时速可达70公里，最大行程提高到了450公里。防护装甲厚度也拉到了和 M2 步战车同一水平，因此你让它跟着 M1 坦克和 M2 步战车冲锋，完全不是问题。当然 ，M109A7 最大变化还是换上了自动装弹机，射速变得更快，安装了最新的 PIM 火控系统，让火炮的精确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有报道称，其精度甚至可以直接从汽车天窗打进去，而若搭配使用神箭导引炮弹，射程可达70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从台北开炮打到新竹苗栗，而且神箭炮弹经过美国的升级，制导模式已经从原先的 GPS 制导转变成 GPS 加激光的双模式制导，已经不再局限于攻击地面上的固定目标。在激光的导引下，神箭炮弹可以准确命中移动目标，精准度通过阿富汗战争测试约为4米，是一款精确度不逊色于任何导弹，但价格便宜得多的炮弹。对台湾而言，这个70公里射程恰好又在海马斯和传统弹药射程之间，更是填补了台湾陆军的火力间隙。在火控系统方面， M109A7 集成了车载定位导航系统，能够完成保密语音通信系统传输的火力任务。同时，从火控系统到机械式监视器的所有相关部件都安装了数字化电子设备，比 A6 更加全面。为此 ，M109A7 还增强了发电能力，以适应新电子设备。A6 的发电能力为 18.5 千瓦，而 A7 改配数字化电子布局的600伏特发电与配电系统，将发电能力提高到70千瓦，同时也能用来应对附加的装甲重量和未来需求。
至于与 M992A3 的配合，主要体现在后勤保障能力方面。首先 ，M109A7 可以携带最多42发155毫米炮弹及相关装药系统，而 M992A3 弹药补给车可以携带最多95发155毫米炮弹及相关装药系统，大幅降低了战场上的弹药补给压力。当 M109A7 部署到发射阵地后 ，M992A3 弹药补给车就可连接至 M109A7 后部，使 M109A7 可以在最大载弹量的情况下部署至战场，并在野外迅速获得弹药补给。其次 ，M109A7 的大量零部件又与布雷德利战车和防地雷反伏击车通用，因此其可维修性很强。根据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1A2T 主战坦克目前已经抵达台湾，数量为38辆 M1A2T。此外，还有4辆坦克救援车。台军584装甲旅将率先换装新型坦克。2018年，台湾向美国提出采购108辆 M1A2 坦克，来替换陆军老旧的 CM1 与 M60A3 坦克。其中98辆交付陆军第584装甲旅，10辆交付陆军第269机械化步兵旅。这项采购专案于2019年获得美国批准出售，总价值约为20亿美元。按照最初的计划，108辆 M1A2T 坦克将在2029年6月底之前完成交付。不过，借助美国军工厂产能升级，交付进度大大加快。在今年年初，台湾宣布将在年底之前接收首批坦克，2025年接收42辆，2026年接收28辆。值得注意的是 ，M1A2T 坦克抵达台湾之后，并不是直接使用的，而是需要进行培训。为了确保顺利装备这款坦克，台湾在今年年初派遣84名陆军士兵前往美国参与换装训练，预计将在2025年2月开始启动陆军换装训练。台湾军方表示，作为一款先进坦克 ，M1A2T 配备了多项现代化战场功能。这又意味着，即便陆军中已经熟练 CM1 与 M60A3 坦克性能的士兵，除了坦克传统手势、手旗不变外，坦克性能、基本维修保养以及安全规范等方面也需要打掉重练，从零基础开始进行学习。所以换装初期将以课堂为主，不会进行实车训练。为此，台湾还采购了射击、驾驶训练模拟器各一套，配合首批 M1A2T 战车抵台时间交付。之后则委托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模拟器，并在装甲训练指挥部建立训练馆。在训练地点选择上，当初美国批准 M1A2T 出售之后，就曾派遣人员协助台湾建造训练场，并对装甲训练指挥部、坑子口靶场、420训练场以及北侧湖口训练场进行现场勘测，认为上述训练场在经过改建后可以满足 M1A2T 训练使用。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目前台湾要在陆军装甲训练指挥部的长安营区与坑子口靶场进行 M1A2T 的训练。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2处地点尚未完成改装。不过，陆军表示，关于 M1A2T 专属训练的新竹坑子口训场，虽然尚未完成改装，但为了确保施工期间训练不间断，台湾采取了分区、分段、分时的方式改装新竹坑子口训场。在此期间，仍然可以进行 M1A2T 坦克的射击训练，不过需要从分批分量改为集中训练。靶场开放1个射击台、1个目标区供部队使用，并定期召开施工协调会，预计每月停工6天，把训练影响缩减至最小。另外，在专长训练阶段 ，M1A2T 将利用长安营区现有场地与设施组合训练阶段，将转移至北侧中心。在此期间，将继续进行长安营区的修建，等进行到坦克驾驶训练部分，再回归长安营区进行基本驾驶、高级驾驶以及战斗驾驶课程。M1A2T 的火控很先进，装备有猎歼式火控系统、车长独立热成像观察仪等，战场感知能力与信息化作战能力也不错，动力比美国自用的 M1A2T 都要强。只有防御与火力不如 M1A2C， 就综合性能而言 ，M1A2T 已经超越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坦克。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台湾陆军火力升级的最新消息。你们觉得此次台湾决定采购 M109A7 自行火炮，美国能同意吗？最终交付时间又会是什么时候？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